让你给自己的长相打分，你会打几分？那你有没有就是被搭讪过呢？反正就是对自己外貌不太满意，挺自卑的吧，我觉得。分开之后，身边的朋友也跟我讲过了他很多的故事什么的。人在马路上会经常被搭讪吗？他就找你要微信嘛，那就不给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。这期视频我的团队会去采访中国女生，她们对自己的长相满意吗？作为美女生活在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？以及美貌的长相会带来什么样的优点和缺点？那如果你想学习中文的话，我会推荐 Chinese You to Heal， 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10年的线上中文学习频道。那如果你想学好中文的话，我会非常推荐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置顶找到链接，并且用我的code Aiden 享受10%的优惠。现在我们开始吧。你来自哪里呢？怎么称呼你？我来自广东潮汕，我来自更当沙涛。Hello， 我叫小林，我来自那个福建，来自江西赣州。我来自广东汕头，我来自汕头，我来自汕头潮阳的，我是来自江西的。让你给自己的长相打分，你会打几分？可能75吧。88，想留一点自己的上升空间。我打5分吧，因为很不自信嘛，就是各方面身材啊，就感觉没办法给自己打那么高，打个4、5分吧，中等偏上下。打个6分吧，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一般。化完妆90分，没有化妆80分，打2分，因为美女很多啊。妆前的话就是4分吧，妆后的话就是6分。生活中呢，有没有人叫你美女啊？有，但还是比较少的。你觉得你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吗？我觉得不是。我卸了妆的话，其实是皮肤比较黑的，就是有一点像泰国、东南亚那边的长相。以前我是学打篮球的嘛，就天天大家都说我黑了。一开始是觉得困扰，但后面免疫了嘛。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风格的女？成熟风格会多一点，妆容方面平时啊简简单单的就化个淡妆。对，其实就这样子。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为难他们。觉得你自己算是美女吗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吗？我不觉得，主要就是身材好不好而已。怎么样才算身材好呢？对你来说？有胸吧，对，丰满一点。我觉得丰满一点的话，穿衣服的话会比较好看。那你现在是单身吗？你对伴侣有要求吗？我现在是单身，伴侣的要求啊，首先呢，长相又长得像小奶狗，就看起来很青春、很活泼，然后性格的话又成熟稳定点，身高要1.7米多吧，1.80米，对。那你平时有遇到过这类型的男生吗？暂时还没有哎。目前不是单身，但是我的理想型是年上，还有3观要正，颜值不要太丑就行。那你平时在路上会不会经常遇到搭讪？偶尔吧，我开小电动，精神小伙在后面追着我要了一路的微信，还把我的车给逼停了，很尴尬，而且我感觉很反感吧。平时会不会经常被搭讪啊？搭讪的话也确实是有，我性格比较软一点点，长相不会太锋利，会有一些人觉得我很好接触，然后就美女可不可以加个微信这种的。遇到过渣男吗？小时候就是觉得对方为什么突然就不喜欢我了，会一直纠结在这个心态里。长大以后会想说，可能他当时有他这么做的一些我不知道的一些原因。长大以后想到这层面以后，其实觉得他其实也不算渣，其实就是在他的自己的那方面呢有一些舍求咯。对。你现在目前是单身吗？对。平时在路上会不会遇到搭讪？会有，就像前2天在我们家楼下那边去买东西，就有人搭讪，就有给了个联系方式，但是也就没怎么聊天。你有遇到过渣男吗？有吧，跟我在一块，然后还经常跟女孩子玩，后来被我发现也有跟他那个女孩在一块。分开之后，身边的朋友也跟我讲过了他很多的故事什么的。那你有没有就是被搭讪过呢？上学的话就比较多一点嘛，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很少。他们一般就会说有没有加个微信啊什么的，大部分都这样子。有没有说反感过什么的？那你有没有遇到过渣男呢？有吧。你觉得你什么样的才算渣男？肯定是比如说出轨啊，还有就是跟很多人暧昧啊这些。像我这种长得特别帅的吧，我觉得挺渣的。人在马路上会经常被搭讪吗？在马路上没有，今天上班的时候在室内就有，他就找你要微信嘛，那就不给他就一直要，然后还换他朋友来要，就是小姐姐可以加个微信吗？谁来要都不会给，还是说你会那看感觉？如果长得特别帅，那可能会吧，那长得不帅就不给了。但如果你遇到你喜欢的理想型，然后你又是单身情况的话，你会勇敢前进吗？如果说他跟我要微信，那可能会给吧，但是我不会主动的。就你遇到你再喜欢的，你也不会
再喜欢也不会，我不是那主动的人，我比较被动一点，我不喜欢主动。然后你是单身吗？单身，你对你自己的另一半颜值有没有要求啊？没有什么大的要求，就是对我好就行了。可能我会比较文静一点，但是我希望我另一半比较活泼一点，性格不要大男子主义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外表不是很重要，就是有钱就行。有没有遇到过渣男呢？有啊，就是说他脚踏两只船嘛。然后你怎么发现的？基本上是那个女的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就这样。你就直接跟他分手？因为外貌，然后有产生过什么困扰吗？之前因为拍了一个戏，演的那个角色就是绿茶，演完之后呢，很多人就骂我，然后包括对我的长相攻击。当时一点开评论都是几千的那种谩骂声，然后当时就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小网暴吧，那段时间经常就失眠吧，然后通过呢就调整心态，包括我的朋友、家人的支持鼓励，然后就慢慢的走出来了。就是说觉得自己自信不起来，那个颜值没那么高，跟同事啊或者朋友站在一块，偶尔就心里会有那种想法。那你会怎么去排解这种想法呢？努力一点吧，然后各方面穿搭或者妆容把自己打扮好一点。反正就是对自己外貌不太满意，挺自卑的吧？我觉得，不，你让我出门的话，我出门必须戴口罩那一种，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干什么都得，要不然就得化妆。那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关于美女方面的特权？也有吧，就是你去买东西，然后人家会要你钱。那你觉得你心目中的真正的美女是什么样子的？长得好看吧，然后她有做了一些就是让人觉得那个很暖心的事情，我觉得她是个美女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看的女生说的话？就说姐妹们，不要说不自信什么，你要做自己才是最好的。你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自己就是最好看、最棒的，好吗？不要自卑，也不要焦虑什么的。要多赚钱，就这样子，不要靠男人。有钱就是有底气。有时候会容貌焦虑，但是身边的人又跟我说我长得很可爱、很耐看、很乖，也会比较照顾我一点，因为看起来比较显小。交友方面会说就是喜欢好看的女孩子玩呢，还是说就是其实也不在乎外貌呢？我在乎的是她的性格和人品。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？这个倒是有，是我以前的小学老师，他很年轻，但是他就很有内在美，在我整个童年里给我最多爱的一个人，尽他自己的能力去教会我很多东西，比如以前会当大队长啊，或者是学习怎么用电脑这些技巧，他都会教给我。你会怎么样让自己变美？打那些美容针啊，还有水光针之类的。就是我经常有打吧，我这样子长痘是因为我前几天打了嘛。对，衣服的话我就不是消费的很多，10几20块钱也有，40、50也有。我的话其实真的就是纯心态，就是有变白呢就白吧，如果没有变白呢也就这样吧。因为我是舞蹈生嘛，对瘦单有一定的要求，但后面呢觉得还是开心最重要，所以还是该吃吃该喝喝。在这些打扮上的时间花得多吗？如果说化妆的话，最慢的话肯定要1个半小时吧，这样子。你今天这个妆化了多久？这个妆化不到半个小时吧。上班妆比较简单。那如果说出去玩的话，肯定要穿的比较好看一点嘛。然后上班的话就是穿工服这些的，然后妆化就随便化的比较简单一点。就是你可以靠去学化妆，还有去学穿搭之类的那些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那肯定你自信的就是好看的。那你还给自己打那么低？我说。OK，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我发现中国女生的审美确实跟西方的女生不太一样。那我想知道，作为女生或者作为美女，在你的国家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那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。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吧。